你能想象，一个电影系列在经历27年的发展后，不仅主要演员几乎没变，还能在电影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下屡创佳绩。最新续作甚至在上映时就已经拿下烂番茄99%的压倒性好评吗？这个传奇的电影系列，正是在去年凭借《捍卫战士独行侠》的优秀表现，被《纽约时报》誉为好莱坞最后巨星的汤姆·克鲁斯代表作《不可能的任务》。在1996年推出第一集时，阿汤哥本来只是想将这个系列当作是自己新成立制片公司的试金石，因此买下《虎胆妙算》影集的版权，并沿用其中关于秘密特工的诸多设定，包括这首洗脑到不行的主题曲。时至今日，可能鲜少有人还记得最初的影集内容，但你一定对伊森·韩特这位上天下地、完成各种艰险任务的神勇特工记忆犹新。尽管主题从团队合作转为个人英雄，不过这系列并没有一昧强调伊森的神通广大，而是时常透过角色互动的小细节，刻画他其实也会对这些疯狂的行为感到迟疑。真正让他勇往直前的，不是爱国精神或任务至上，而是不愿比较生命轻重的使命和正义感，直到最终终于说出。对于这么一个可以说和开山鼻祖007并驾齐驱的重量级 IP， 再加上阿汤哥的票房号召力，就算照着过去套路搬出又一个想毁灭世界的反派，又或是再次被政府背叛的情节，相信观众依旧会愿意买单。但《致命清算》第一章并没有选择墨守成规，而是再次大胆跳脱系列框架，不止首次将故事拓展到上下2集的庞大篇幅，更是让许久不见的谍报惊悚类型重返大荧幕，并且回归初心的反思这些秘密特工存在的意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内容包含深度点评、影剧推荐、影视趣闻以及各种技术解析，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致命清算第一章的开头与之前所有系列作一样，都是医生再次接到棘手的秘密任务，但当以为又是任务进行到一半，忽然峰回路转的安排时，经历过多次背叛和利用的医生，这一次却不按牌理出牌，很快就察觉事情的不对劲，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乖乖接下任务，而是马上采取个人行动。事实也证明，医生的直觉并没有错，因为这次他要面对的不再是某个无政府的恐怖分子，或试图掌握更多权力的政府组织，而是一个可以控制所有系统与情报，甚至影响现实走向的终极人工智慧生存体。这样的剧情是不是有几分似曾相识呢？因为早在1984年的《魔鬼终结者》和2004年的《机械公敌》就已经运用过类似人工智慧入侵现实世界的概念。AI 和人性之间的冲突更是好莱坞科幻片历久不衰的麦高芬剧情公式。但致命清算第一章的巧妙之处在于，故事并没有单纯强调这个敌人的强大，或让医生直接对上这个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的对手。剧情以每个角色应对科技失控的不同立场切入，透过生存体不断渗透现实的步步紧逼，层层叠加戏剧的张力，不光是结合当下十分有共鸣的科技恐惧，叙事手法更巧妙回扣谍报电影最初的主旨：谁都不能信任，谁都有可能背叛，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情势会如何发展，塑造出跳脱虚构科幻、深植人心的悬疑氛围。这一次医生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可以预防的背叛、袭击或威胁，对于将机密和情报视作生命的特工来说，能掌握一切数据、提前预判结果的 AI 简直就是天敌。不光是已知的敌人，就连原本信任的同伴都可能无意间成为生存体借刀杀人的傀儡。除了透过新危机强化了古典谍报类型电影的宗旨外，这部电影也融入了大量致敬第一集的元素，像是第一集曾出现有着拍摄功能的墨镜，这次则变成有着扩增实境功用的墨镜。过去被怀疑是内鬼的 IF 长官基崔吉也再次登场，依旧是个敌我难辨的角色。最后的火车车顶高潮戏更是直接引用了第一集结尾的动作戏。当然，系列最具特色的高空垂降、长镜头奔跑、易容换装等经典的元素也同样一个不少。
在爬过哈利法塔闭气时长超过世界纪录，以及拍下史上首个零特效 Halo 跳伞镜头后，年届60岁的阿汤哥这次更是直接骑机车冲下悬崖，亲自上阵完成这个影史最危险的特技动作。从幕后花絮更可以得知，为了完成这个动作，阿汤哥光是训练就做了500次的跳伞，超过13000次的摩托车跳跃，真正拍摄时更是为了追求完美，跳了8次的悬崖，才终于实现这个只要稍有差池就会粉身碎骨的画面。与此同时，这集的动作戏也没有为了追求刺激一昧的强调大场面，而是在许多细节上做出创新，像是结尾高潮的火车对决，不止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近身搏斗，最后更是来上了一段致敬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的垂直车厢攀爬戏，只是惊险程度直接翻了10倍啊！电影中段因为手铐被迫单手飙车的桥段，也透过伊森和格丽斯的逗趣互动，一方面让观众直接感受这个动作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也为早已司空见惯的飙车戏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而提到新加入的角色格丽斯，无疑也为这个从第4集开始深入谍报世界黑暗面的系列增添了新气象。海莉·艾特沃的表现不仅再次证明自己可以胜任任何动作戏的精湛身手，还需要在执行动作的同时表演出角色生疏且慌张的状态，和医生互看不顺眼却又不得不合作的组合，也是过去不可能任务系列少见的搭配。除此之外，剧情更将时间线串联回医生的角色起源。其实从第1集开始，我们就只知道医生跟其他特工一样，都是被政府秘密招募的对象，但对他加入之前的生活却一无所知。格丽斯这个局外人的出现，不仅让观众得以透过他重新认识并反思这群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英雄究竟为何会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全世界，也带出了医生不愿意放弃任何人的本性，导致他时常陷入是要完成任务还是保全战友的两难抉择。这个矛盾也像是我们在蜘蛛人穿越新宇宙深度解析中所说的，一个英雄的最大悲剧就是他无法避免的被迫在双重身份间挣扎。所以致命清算第1章让我们看到医生越是想将两者兼顾，就越是被生存体玩弄于股掌之间，情势也越发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失控。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不依不饶，让生存体将他视为头号的目标，并最终得以打破 AI 的算计，为续集换来逆转局势的一线生机。所以尽管致命清算第1章花了比以往还多的篇幅描绘每个角色在巨大危机下的立场与反应，造成节奏相较于其他的动作电影稍显缓慢，但在角色魅力和剧情深度的加持下，依旧可以紧抓观众的注意力。不过或许是怕观众跟不上剧情的步调，这次台词多了许多解释性的对话，几乎每场文戏后面都要来个简短的总结，告诉观众刚才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因此缺少像全面瓦解一样让观众自行思考与理解剧情的巧思。再加上致命清算第1章作为一个完整故事的前半段，定位上更多是为了铺陈和酝酿后半段的发展，所以自然也就少了系列耐人寻味的反转再反转的情节设计。结合将近3小时的片长，就让人不禁产生了动作戏似乎没有过去精彩的观感。如果片长能再缩短一点，让节奏更为紧凑的话，或许会比较符合现在观众的口味。但整体而言，致命清算第1章依旧是影迷们不可错过的动作佳作，不论是在人物塑造、剧情深度还是动作设计上，这部电影都交出了既回馈粉丝又服务观众诚意满满的优秀表现。光是能看到在戏里征服高空，戏外克服疫情冲击，只为了将最好的成果带给观众的不要命阿汤哥，我想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吧。至于致命清算第2章，医生又将如何突破极限，战胜无所不能的人工智慧，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咯。另外我们有观察到一个有趣的潜在议题，虽然剧情中生存体确实可以无所不能的预知未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究竟是角色先相信了 AI 的预测才让预言成真，还是预言真的准确预测了所有可能性了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也可以提供你对这部影片和电影的想法，以及你最喜欢这个系列的哪一集哟。
那么下部影片很快就来，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